书说道，郭德友亲自将练好的死鹰送回薛府，再次施展点烟变冤绝技，发现薛家小姐之死另有隐情。薛圆圆即将下葬，郭廷固三人赶到阻止，揭露薛圆圆死因，薛庆阳认罪。岂料抬棺人带着棺材夺门而走，郭德友顾影前去追击。丁卯留下查问薛庆阳，得知孩子死前曾被一个神秘人劫走。郭德友顾影追击未遂，只见一黑汉带着薛圆圆尸体跳入海河。郭德友下水捞尸，发现尸体被绑在一扇铁门之上，打开铁门，居然涌出100具浮尸，引出来萧小姐密寻钱子贤，丁大少责问胡海江。二哥，你赌赢了。姑爷，这儿，都回这儿。快，来，快坐下，你身上戾气太重了，我给你画个符，拍打拍打。哎，来帮忙。小牛，郭爷，书都记着吗？我记着呢，这都够咱上梁山的了。嚯，今儿发了，可不是嘛。翻愣呢？这得有100多个吧？一个50，这一码头的漂子啊，5000大洋是打不住了。丁少爷破费了，还都是从一个地方捞出来的，为捞一个薛圆圆，怎么会冒出这么多尸体？哎呀，这是谁惹的那么大麻烦呢？啊，丁少爷在啊，马上给我加派人手。第一，保护现场；第二，着手按线布置调查，然后把全天津的失踪人口全部给我报上来，一个都不能落。从薛圆圆的尸体离奇失踪，居然引出100多条人命，我必须要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敬你，叫你一声丁大少，可你是漕运的少爷，不是我们警局的少爷，希望你能明白。警局的事儿就交给我这个当队长的来处理啊。人是我捞上来的，之前薛圆圆的案子也是我在跟进，怎么就没理由把案子交给我啊？丁少爷，尸体是人家小河神发现的，抢功劳不地道。是我给钱让他捞上来的。话要那么说的话，这捞尸队可是由我们警局调配，也是由我们警局同意发现的。丁探员，你无视规定，越权行事，私自出现办案，难道说你们漕运和薛圆圆的案子之间还有嘛隐情？啊？郭一下，曹运的人来了，四哥来了，四哥来了。
快去看看这些尸体都是什么人。哎，这漕运码头是天津卫最大的码头，现在成了天津卫最大的露天停尸场。这百合大典刚被你们弄得沸沸扬扬，现在又弄那么一出，胡总管，是不是要解释一下啊？这么辛苦的差事，副队长还亲临现场。人命关天，职责所在。我大概看了一下，没咱们码头上的人。不可能啊！哦，那么多尸体在你们码头上，不是你们的人，那是大风刮来的。少跟我推卸责任啊！这案子得好好查查。副队长，这些人虽然不是我们漕运商会的，但是是在我们漕运商会的地界上。我们漕运商会一定拨专款把这些尸体安置在我们商会属下的慈善医院，等待苦主来认领，绝不劳烦局里的兄弟们辛苦。差他们回去休息吧，这里交给我们就好。胡总管果然是场面上的人呐，讲究。于森，哎，一定要妥善安置。放心吧。那你们就抓紧时间联系，把屁股擦干净，这就不用我再提点了。于森，哎，派车送副队长。有请。一定连干净，再偷出篓子，我们警局可不扛起来呀。您放心，一定不给您添麻烦。都是些没名没姓的成年男子，死亡时间也大都不一样，目前正在核实中。瞎操嘛些？漕运的事让他们漕运自己去解决啊！但是有嘛可但是的？别多管闲事啊！哎，这也不光是漕运的事儿。不，你嘛意思？啊，你看这个。请进。肖三爷，副队长，今天怎么得空啊？哎，这不特地过来看看肖三爷吗？哎呀，还是三爷这阔呀！您忙着呢？还行。啊，坐。啊。咱们肖秘书长身子骨还硬了？挺好。哎，对了，兰兰小姐这工作还顺利吗？我今天来呢也没嘛特别要紧的事儿，就是想问一下，钱公子有他的信儿了？有了，只不过呢，别拐弯抹角的。肖三爷，您看看，这个是不是钱少爷的东西？人在哪儿？漕运码头打捞上来100多具票子。啊，尸身。我亲赴现场办案，第一时间我就发现了这块怀表。尸身都已经安置在慈善医院了。当然了，长得像的人有很多，这都没准的事儿。要不然我带肖三爷去认认。辛苦了。哎呦，三爷，您这是干嘛啊？您这不损我吗？哎呀，三爷，我这心里一直惦记肖小姐嘱咐我的。先不要声张，更不能让肖小姐知道，我来处理。您放心，都已经吩咐过了。
手底下的人都交代好了。三爷要是有机会的话，在肖秘书长的面前，副队长，辛苦了。应该做的。回头我去找你。啊，随时恭候。不送。嗨，送嘛送，咱这……您想忙？生，乃构造之意；元，即原子。生元，便是生成万物最基本的生命。这学说很有意思。我摸古道的生元就是圣童，但即便找回来了，现在死了这么久，就算真是圣童，也用不了了。可惜了。丁义秋死了还生事，添乱。老子好不容易消停，儿子又瞎掺和。他还在警局混了个警探，给他时间折腾，敢冒头就按他。这个郭德友得防一防，麻烦都是他惹出来的，包括查出薛媛媛，他用了很大的力。老河神呢？丁义秋死的时候，他都没去吊唁，没什么动作。果然是办大事的人，从来都不多管闲事儿。要不，再造一个圣童吧。等不及了，当年那些孩子活下来3个，圣童就在其中。既然造新的不得法，那就把旧的找出来。去筛一下，当年都谁收养过孩子？漕运商会如果那么不怕惹麻烦的话，那就让他们好好过过瘾呗。放心吧，码头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你就等着看戏吧。顺风顺水。继续吧，该谁了？该我，我来一个啊！鳖，黄花鱼，王八，鳖不就是王八吗？喝酒，鳖是鳖，王八是龟，怎么能一回事呢？龟是龟，它长得就跟王八就不一样，王八和鳖那才是一回事呢。那玄武呢？那是王八，是鳖，还是龟啊？都愣着干嘛呀？多吃点菜。啊，吃个虾头，补脑子。你们俩就缺这个。郭爷，那河里的玄武像，也没觉得奇怪啊？这一晚上出现100多个漂子，你们都没说什么。这玄武像能念到1晚上？玄武可是水神，那玄武像它是保水里平安的。可它上头绑了个死人，沉在水底下，这事儿是不是太邪乎了？你看看，不止我一人胆小吧？闭嘴！哎，他再邪乎也是个死物，总不能活过来把你们咬一口吧？铁牛，你刚才说那立玄武像是为了保一方太平，那一般什么地方会立玄武像？
当然是水里不太平的地方了。那什么地方不太平？发过大水的地方，咱天津城九河下梢，水系繁杂，十里八村的有不少地方都挨着河，保不齐什么地方就给涝了。正常发大水咱不怕，毕竟是靠水吃饭的人，有准备。但是你要真赶上那邪门的，什么一个村都给淹了，房子给冲没了，死了不少人的时候，这附近的居民就会请法师做法，必要的时候还会在河边立一尊玄武像，把这不安分的水给镇住。哟，这不咱师弟吗？来，跟师哥来干一个。吃火锅啊？吃得下吗？怎么吃不下？兄弟们捞漂子都辛苦一天了，死那么多人还那么开心？和尚死的人越多，我们挣的就越多，当然开心了。哎，来，来，吃。来，自己搅和搅和。师傅，你一晚上见过这么多漂子吗？甭说一晚上，1年也没见过这么多呀。这100多个漂子同时出现，我觉得是有人要传大事啊。100个肘子摆在你面前，你也会觉得要出大事。哎呀，这100多个肘子，漂子，我总觉得是什么人故意放在那儿的。咱的买卖是下水捞漂子，捞上来就没你的事儿了。你看啊，我们先是捞出了死孩子和丁义秋，然后顺着死孩子，我们又发现了薛圆圆，突然就有人来抢薛圆圆的尸体，跟着这条线索，我们又捞出了这么多的漂子。这案子怎么就这么蹊跷，一环扣一环的？这些案子好像都跟水有关啊！停，不让你瞎琢磨，你倒分析起来了。你本分干好了你自己的事儿。那么多警察，那都是吃白饭的是吧？警察管屁用！楼上那位还特别警探呢，打通码头回来就把自个儿关屋里，什么忙也帮不上，怂。那孩子心重，盯紧一点，毕竟是你师弟。一山不容二虎，这一条河里他也容不下2条龙。你是龙，你也就是个王八。王八那也是您教出来的王八，更何况，王八还是河神呢。我说的话你不听是吧？你还管自己叫河神是吧？哎，师傅，说到这王八，这水里面的玄武像，您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吗？不知道，没见过。好好泡啊，泡完了赶紧出来干活。社长，走吧，赶紧追100号外。好，您说。码头捞上来的尸体爆发了疫情，整个慈善医院已经被隔离。就算有想要认领尸体的苦主，也等疫情控制稳定了之后再说。可是尸体不是才被捞上来吗？怎么突然就爆发了疫情呢？医院刚发来的电报。放心吧，交给我，我来安排。哎，收到。那我现在就去看一下情况。看什么情况？现在情况很严重，稿子出来马上印刷，让老百姓别往那附近凑，1分钟都别给我耽搁。可是具体情况我完全不清楚，怎么做报道呀？而且贸然刊登不严谨的稿件会引起社会恐慌，影响老百姓的生活的。我今天一直都在报社里，怎么没有听说医院有发过来电报？应该还有疫情证明吧？我要看一下。你出去吧。什么？稿子不用你写了，肖小姐，你去歇着吧。社长，把小哲叫进来。
打扰了，我找丁某，听说他住这儿啊。请进吧。他这2天有点犯病，不一定愿意见你。这儿怎么有个佛头啊？打我记事起，这佛头就在这儿了。身子呢？他从山上滚下来的时候，就只有佛头，还把墙给砸坏了。师傅说呀，佛头进门，心想事成。那后来呢？后来这庙里就没了香火，慢慢变成了义庄。昨天晚上海河冒出来的百具浮尸，丁少爷应该有所耳闻吧？当时我在现场。我听说这批尸体被敛进慈善医院的时候，就马上爆发了疫情。你有没有觉得这些尸体有什么异常？这些尸体除了数量多以外，跟平常捞出来的尸体没什么区别。主要是我还没有验尸，所以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尸体立刻就被慈善医院封锁起来了。你觉不觉得这当中有什么隐情？隐情？什么隐情？这就要问丁少爷您了。其实我已经被禁止查这个案子了。那就更加说明这批尸体有问题了。萧小姐，你为什么会对这件案子这么感兴趣？拜河大典我也在现场，亲眼见到丁会长出事儿。令尊的案子还没有查清，现在又带出了100多条人命，真相未明，您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难道是打算放弃了？你什么意思？我不仅仅只是个旁观者，我很可能和你一样，都有身边的人和这个案子有关。身边的人？钱子贤。钱公子？他已经失踪很久了，我有预感他就在那堆尸体里面。萧小姐，您多虑了吧。丁少爷，你可否带我进医院看一眼？我刚才也跟你说了呀，警局已经禁止我去插手这件案子了，所以想要进去有些困难。慈善医院本来就是你们漕运商会的，漕运商会为什么要拼命遮掩这个案子？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好奇吗？以你的身份进去应该不难吧？拜托你了。我尽力好吗？谢谢。知道为嘛叫你来吗？您日理万机的，我这小老百姓怎么会知道？你一下水，这江里河里的漂子全冒出来了。你属于嫌疑人，你知道吗？没把你小子铐起来就不错了。坐实了，长一身不要紧的肉。老傅啊，咱们俩就别阴阳怪气儿的了。你以为我喜欢抛头露面啊？干多少活领多少钱，其他的事儿，在我这儿还不如一碗嘎巴菜。那么多票子，你让我怎么往上报啊？如数报啊！我捞尸是按数来算的啊！你别想给我来账。丧，我肯定会跟你结清的。结完之后，甭管是100具还是1000具，就跟你小子没关系了。把手揣好喽，傅某念你的好，行吗？副队长跟肖兰兰相识吗？肖大记者，认识。怎么了？哎呀，金门神探，警队队长傅来勇，不辞辛劳，深夜巡逻，于漕运码头发现浮尸100具，立下奇功。后又亲自带队立案侦查，誓要破案，还金门一方太平，保百姓安居乐业。是要破案，那我记下来了。还金门一方什么？
表扬信义登报，这事儿就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了，全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啊！夏美涵啊，赶紧带小和森把这次的账给结清吧。敞亮。哎，不是你刚才说还金门一方什么？哎呀，荆门神探傅来勇。起开！医院暂不开放。你知道我是谁吗？少爷，商会、警局、医院3道子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入内。下这3道命令的地方都跟我有关。我是商会的人，医院是商会的，我还是警局的警察，凭什么不让我进啊？哎，少爷，您就别为难我们了，要不您把我给剁了，要不就请回吧。哎，少爷，哎，算了，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所以啊，这件事还得抓紧进行。龙王庙过不习惯了？于四，我跟胡叔说几句话。哎，吩咐厨房烧几个少爷爱吃的菜。好的。还不准备说实话吗？出了什么新鲜事儿？说给我听听。为什么把尸体都封锁了？少爷，那天晚上你也在现场，情况你都了解。我不了解，我只知道商会码头死了100多人。你知道外面说咱们什么吗？说咱们干了什么逆天损阴德的事。外面说什么风言风语，要是都往心里去的话，那漕运商会就什么也别干了。那你总得给个说法吧？那现在谁敢断言疫情危害有多严重？只能等到德国的病毒专家来看过以后，才能做出决定。如果现在就把消息传出去，让记者胡乱报道，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这不是解决问题，这是制造麻烦。那藏着掖着就能解决问题了？小心驶得万年船，是谨言慎行，一丝不苟，才能使漕运商会走到今天。不是冲动，更不是莽撞。那我问你，我是法医，我又是我们商会的人，我怎么就不能去医院？你去医院了？少爷，我现在的职责就是保障你的起居安全。你要是遇上个什么好歹，我怎么对得起你父亲呢？要是让病毒再传出去，扩大了传染，漕运商会就真的完了。难道说你们漕运和薛圆圆的案子之间还有嘛隐情？慈善医院本来就是你们漕运商会的，漕运商会为什么要拼命遮掩这个案子？除了跛脚之外，他有什么别的特征吗？口音我也不知道，他不是熟人，我就听见他老咳嗽。滚！我爸死你不让我查，100多号人死了你也不让我查，你让我干什么？你让我在这个商会干什么？混吃等死吗？胡说！帅，让什么时候放岗啊？不知道啊，这又累又热的，脚都麻了。放岗了啊！好，走吧，回去休息吧。好。我进来了啊。给你留了点羊骨头，饿了就下去啃一口。
你说，我为什么要趟这浑水啊？好好的漕运商会，提到我手里，就是不接，非要跑去学什么法医，到最后也没学明白什么东西，还跑这儿来拜师。处在这么个破地方，我见着我爸的最后一面，是我跟他大吵一架。为了查他是怎么死的，硬是要去当个冒牌警察，命案接二连三的发生。结果现在，100多具尸体藏在我们漕运商会的医院里面，我们自己家开的医院都不让我进。我不知道我还该不该往下查。按说我应该就是捞人拿钱，但又实在见不得一个大老爷们这么窝囊。这案子，我就屈尊陪你查到底吧。我害怕了，怕我再查下去，会发现我父亲可能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漕运商会也有太多我不应该知道的秘密。不管你怕不怕，起码你应该知道真相。哟，小神婆又来蹭饭了，净瞎说，那是咱将来大嫂。来，大嫂，怎么喝一杯啊？我有办法让你进医院。就你嘴甜。您要下山喽，我知道。帮兵先帮你叫开道，不要吵来，不要闹。威风有，杀气多。威风杀气稍带着，咱是当堂鼓，当堂雷，当堂有事儿，当堂没。谁的理儿啊，谁的非，那是谁的黑锅自个儿背。救死救难发慈悲。开。娘，各处走。想吃肘子去顺福楼。顺福楼，顺福楼，顺福楼！你揣着我的荷包，你要干嘛去啊？你干嘛呀？那是我用来去邪祟的，你不知道啊？捞票子那天我也在，我不知道，我要跟官儿一起查。提他，你个死丫头！郭德勇那个丧门星，那是多少票子呀！啊，你不知道晦气啊！啊，我给你去晦气，我给你去晦气，去晦气就去晦气，别那么大火气。哎呀，你个死丫头啊！啊，不许去找郭德勇！站住！这刚从河里又捞上来3个，还是上回那地儿，估计是漏了。上头差我们赶紧给送到这儿来。医院已经封锁，谁都不能进去。啊！我说大爷，现在这疫情闹的，您不让我进去，这3具尸首您让我练哪儿去啊？您瞅瞅，你自个儿瞅瞅，您看，这都烂成什么样了？这都，啊！行了，赶紧推进去啊！进去问问里面的人，停尸房在哪儿？哎，搁下就赶紧出来，听着没？得嘞。好了。你刚才手摸哪儿呢？我手摸哪儿呢？我们都挤在里面，我手能放哪儿？我。行了，小仙姑，就您那豆腐，还怕人吃啊？信不信我给你片成片涮了？铁牛听着肉就老。
腰酸涮泥鳅，又滑又嫩。行了，没你俩事儿了，赶紧走吧。得嘞，等会儿，把衣服脱了啊，赶紧的。哦。嗯。先走了，小心驶得万年船。知道了，滚犊子吧。这没问题。好的。把你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借我试试。干嘛？开锁呀！我这是手术工具，你用来开锁？手术工具是用来干嘛的？验尸。那我们今天来这儿是不是为了验尸？是啊，那不是一回事吗？拿来。撒手，你给我弄坏了怎么办？再说你会开锁吗？这点伎俩都不懂，怎么行走江湖啊？那也不行，我这些都是无菌的。外面都已经戒备这么森严了，那些懒人还怎么可能随时上锁？这点伎俩都不懂，还怎么行走江湖啊？上回书说到，百具浮尸被炼回漕运商会慈善医院，医院随即被封锁。萧小姐未婚夫钱子贤失踪多日，萧兰兰请丁卯帮忙进入医院探寻钱子贤下落。丁卯应承，赶到医院却被拦下，不得进入。胡管家称，封锁医院实为控制疫情。丁卯想起薛庆阳供述劫走薛圆圆幼子之人，似与自己父亲非常吻合。郭德友暗查陈尸河底的玄武铜像，并且告诉丁卯已有进入医院之良策。郭德友带领丁卯、顾影混入医院，引出来
河神点烟，丁卯验尸，查鸦片，2进藏翠楼，郭德友祭传老神婆，萧三爷密会，暗结连化清。外面都已经戒备这么森严了，那些懒人还怎么可能随时上锁？这点伎俩都不懂，还怎么行走江湖啊？是我，谁呀？是我。萧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差点一拳打死你！你们怎么进来的？我应该问你吧。那天，自从咱们被拦下来以后，我就在外面观察了一天，趁守卫换班的时候，就偷偷换上他们的衣服跑进来的。那天？哪天？啊，跟你没关系。在里面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我也是刚到，听到动静就躲进来了，还没发现呢。萧小姐，这里阴气太重，不适合你们富家小姐，要不还是让顾影陪你出去，给我们拔拔风吧。凭什么呀？为什么呀？我也要进去。从血管的曲张形式来看，应该是某种病毒引起的感染。不过这么奇怪的血管颜色和凸起程度，我还是第一次见。钱公子果然死了。果然？你是查到过什么吗？萧兰兰怀疑钱公子出事了，所以才托我带他进来核实，还好没让他看到。他们都不是淹死的。什么？飘子我见多了，一眼我就看得出来哪些是淹死的，哪些是死了之后被人扔进水里的。经验主义，毫无科学依据。这些都是生命，你就这么草率地下定论？钱公子是跟他们一起捞上来的，他身上为什么没有这种病毒？我还要再研究研究。哼。我怎么没见到薛圆圆的尸体啊？飘上来那天就被贵叔给领走了，应该早就下葬了。孩子呢？你想让我说多少遍？薛圆圆当时是被人捆在一个铁门上面，等我把它解开的时候，这些飘子就嗖都冒出来了，可是却没有看到那个死孩子的尸体。那他们是早有预谋的了，由我们打开那扇门，然后发现这100多具尸体，十有八九。确实不是淹死的。哟，不是只信杨武做那一套吗？虽然他们不是淹死的，可他们也不是因为这种病毒而死，他们是中毒死的。毒死的？你有没有闻到一股杏仁味儿？杏仁味儿？在这些人的结膜、口腔黏膜还有指甲里面，都有明显的鲜红色出血点，这是氰化物中毒的明显表现。氰化物中毒患者呼出的口气还有呕吐物中，都有明显的苦涩杏仁味儿。氰什么玩意儿？就是一种化学物质，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能遇见，比如说苦杏仁、桃仁、白果，还有枇杷，这些都含有氰化物。你是说他们都是吃水果吃死的？吸入或者口服足量的氰化物，在5分钟之内，人就会死亡。
那你的意思是说，钱公子也是吃这种杏仁枇杷吃死的？是氰化物中毒。哦，看一下就知道了。也是氰化物中毒死的。来人了！这些飘子要跟这停多久啊？放臭了还不就少了？都不让苦主来认尸吗？都闹病了还认骂尸呢？嗯，听见没？嘛玩意儿？有动静！一堆黑飘子能有嘛动静？节哀啊！没关系，人找到就好，我也算是给两家一个交代。是啊，天下男人这么多，死了一个算解脱。对不住啊。何来这样的话？我应该谢谢你们。这事儿总算有个结果，不至于不清不楚的。我只是希望可以尽快查清此案。我们刚刚已经做过简单的验尸，包括钱公子在内，这里的人都是死于氰化物中毒，死后被抛尸于河中，而且他们还都被感染了一种病毒。什么病毒？具体是什么病毒还不是特别清楚，可是钱公子身上并没有这种病毒，其中有什么联系，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你放心，事情既然发生在漕运商会的码头，我又是漕运商会的人，又是警察，查清此案义不容辞。我当然相信丁少爷的办事能力，可是以警局一向的办事作风，只怕破案之日又是遥遥无期。我们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以后想要查，想必没这么容易了。费那么大劲跑进来，现在更乱了。有烟吗？什么烟？什么烟都行。二哥，你干嘛？二哥，你要干嘛？你不说乱吗？不能再让他这么乱下去了。我得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小河神，莫非是想要点烟辩冤？不行，你身体受不了。二哥，我的话不听，郭伯伯的话你也不听了吗？违背师命，忤逆不孝，是要遭报应的。那个死孩子我们查了多久？结果呢？跑哪儿去了？薛圆圆的尸体也是你亲眼看见别人扔到水里面去的。你说一个姑娘得罪了什么人，连死都死得这么不清净？还有这100多个飘子，也就是100多条人命，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亲眼看到他们浮了上来，亲手把他们捞上来，其中一个的苦主，现在就站在这里。哼，丁宝现在突然跟我说，他们全都是被毒死的。
我现在脑袋就跟浆糊一样，如果我放任他们不管，看着他们躺在这里入不了土，那我才是会遭报应的。金宝，给我火！烟来了，什么烟？二哥，二哥，国六，二哥，二哥，快醒醒！二哥，你干嘛？抢救啊！赶紧去通风。好。你用这么大的劲，他受得了吗？心脏没你想的那么脆弱。国六，二哥，国六，鸦片，是鸦片。二哥。让他们败露还不够吗？用这个动静会不会太大？这是进化，
这不光是我蘑菇道的进化，是物种的进化，人类的进化。当然，这些进化都必须在我的计划中。不张扬吗？我都招了，添把柴而已。怕了？没有。也好，恐惧才是最高效的传染病。更大的恐惧才能促成更大更快的进化。尸体已经按部就班的准备好了，不会有纰漏。我先走了。副队长，走啊！早嘛早啊啊！没事闲的吧你？这都几点了？您怎么知道我就是没事闲的呀？怎么那么不要紧呢？副队长，我这回去吧，认真的思考了一下。您不让我管这海河浮尸案，您有您的道理。我当然有道理了。可是您看啊，我这头上啊挂着特别警探的名头，我得为天津城做点事儿。你要是那么说的话，我还真想给丁探员找点案子，让你过过瘾。不过可惜呀，除了你们漕运商会闹出的浮尸大案，还真没嘛要紧的事儿。哎呀，你看我这嘴，没个把门的。嗨，副队长说的是对的。哎，我看您副队长对于这个鼻烟壶倒是挺讲究。哎，别动，也就是个玩儿，谈不上讲究。你说我就不懂这些，什么香烟啊、鼻烟啊、大烟的。吁，打住！哎，丁少爷，话可不能乱说。这大烟是鸦片，是犯法的，跟我这鼻烟是两码事儿。哦，您刚才说了啊，这大烟是小牛皮的。您刚才说这鸦片是违法的，那我查这鸦片，您总不会不批准吧？我告诉你，整个天津城已经没有鸦片了。这么大个天津城，没有个抽鸦片的地方？禁烟风头那么紧，明面上肯定是没有的。偷、抢、拐、骗，只有抢是明面上的，这其他三个都是暗地里的。咱们警察局的人呢，都是敞亮的明面上的人，咱们就办明面上的大案。丁少爷如果想查背地里的事儿，那就只能背地里查喽。背地里？副队长，我先走了。你看一下，是这个吗？啊，没错。肖小姐早啊。郭先生，有事儿啊？有事儿，打听事儿。好事儿坏事儿？私事儿。谁的私事儿？你真不准备把钱公子的死讯公布出去啊？连家里人都不说吗？既然郭先生都说了是私事儿了，那还多问？为了隐瞒自己未婚夫吸鸦片的事实，可以把死讯压下来，自己跟个没事人一样正常来上班。真搞不懂你们这些硬心肠的官宦之后到底在想什么呀？郭先生在江湖上混，最看重的是什么？
名利、义气，还是信誉？最在意的是能有口饭吃。也对。不过，在官场上打交道，最看重的是脸面二字。我和钱子贤的婚约，本来也不是出于爱情，是合作，甚至可以说是一桩交易。但我也不是冷血无义之人，看到他死了，我心里不会不难过的。无论如何，总是一条人命。钱子贤的死因，我是一定会查出来的。不出意外的话，那批票子马上就要集体销毁了，到时候连证据都没有了，你怎么查呀？谁说我没有证据啊？哼，一堆票子的照片，最多能证明漕运商会说的是实情，确实有疫情。还有就是钱公子确实是死了，有什么用？这么看来，小河神应该知道更多重要的线索喽。萧小姐果然是冰雪聪明啊！说来听听。虽然我是超凡绝伦的人中龙凤，可是也不能白干活啊。萧小姐如果乐意的话，我们不如互相帮衬帮衬。怎么帮衬？我都说了，今天我是来打听事的。萧小姐既然在报社工作，那么提掉历年刊登或者未刊登的新闻资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倒是不难。我想要知道，天津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过灾情比较严重的洪水。就这样。帮我查到了这个钱公子的死因，我一定给你个交代。你说，哎，我说你们两个给我打起精神来，整天瞎聊什么呀？哎呀，知道了，妈妈。你也是啊，越来越啰嗦了。就是。丁少爷，哎呦喂，果然是你，丁少爷。你好，你好。怎么，在我这藏翠楼尝到甜头了？我想问一下，哪儿能抽大烟？抽大烟？哎呦喂，我的丁少爷，虽然呢这也是能让人快活的事儿，可是隔行如隔山啊。我这里呀，只有姑娘。谢谢啊。哎，你急什么呀，我的少爷？我跟你说啊，妈妈我肚子里面没有消息，但保不齐我这里的姑娘有点门道哟。姑娘知道什么？这个应该知道的和不应该知道的，这不都得靠你去问吗？我去问。哎呦喂，我的丁少爷，你是真的不懂规矩啊？问姑娘，是要……那请问丁少爷，你想要哪种姑娘啊？有什么样的？有专门伺候酒鬼的姑娘，也有跟着混赌局和那些赌徒打交道的姑娘，还有些姑娘的常客里呀，有爱抽上两口的。就要这个，就要这个。但是这样的姑娘啊，可贵哦。钱好说，钱好说。得嘞，关梅，接客了。哎，你们两个给我扶着点丁少爷啊！哎，知道了。少爷，走，少爷，好好跳，上去，给我扭起来，快点。哎呀，走。早脱生啊！你快走吧呀！诸位，我闺女顾影，那天啊，她是亲眼看着你们给捞上来的。哎，那可不是她愿意来的，她是被别人给拉来的。
所以啊，今天我带着我闺女来给你们送些钱，让她亲眼还看着你们离开。你们要是想缠的话，你们不要来缠我闺女，你们就去缠把你们捞上来的那个人。哎呀，你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了？我在这儿给你去晦气呢吗？你那是给我去晦气吗？不是，是什么？是什么？啊！苦海滔滔，冤孽自招。各位好兄好弟，人在那头，记得莫要轻信人言。想要沉冤得雪，还得贵人相助啊！诸位，你们可听仔细了，谁是开路的贵人，谁又是挡路的鬼差？听信了骗子的鬼话，过不了奈何桥，你们说怎么投胎，怎么再做人呢？哎呀，这奈何桥底下泡一泡，也就是一会儿的功夫。这要是听信了什么神棍的话，走错了方向，那真是永世都不得超生啊！你说听谁的话不得超生？你敢再给我说一遍？我让你说，我让你说，晦气！没大没小的，拿死人的东西砸我！你有本事拿真钱砸我，我拿脸给你接着。我砸！哎呦，我砸！别打了！哎，一大早就让我沾上死人的东西啊！不成，我得去河里洗一洗。哎，官儿哥，你个小兔崽子！反正吧，他说，他不仅抽，也做大烟的生意。他没说在什么地方吗？这个嘛，就记不太清了。唉，啊，有点印象了，经常听他说什么茉莉花。茉莉花，这是个代号啊，还是个地名啊？兴许吧。兴许吧。他带你去过吗？丁公子，咱们这儿可都是就地解决，一锤子买卖，不兴。
带人出去的。是长什么样子？啊，反正吧，就是一般公子哥的长相，油头粉面的。是叫什么？不知道，我们吧不询问客人名字的。钱子贤。你确定？哎呀，钱公子嘛，这儿的姑娘没有不认识他的。礼物不报，神器停止，积极入律令。二哥，你想吓死谁？哎呦，我哪敢吓唬您呢？刚才没大没小的跟您斗嘴，我下水冷静了一下，觉得不妥。您是不是受惊了？我请您喝酒压惊啊！就你那两下子，我能不知道？有屁快放！哎，真的没事儿，我就是真心想请您喝酒。哎，不过，您先帮我看看，这天津卫哪家有这个酒啊？甭惦记了，这是料酒。料酒？要不，您再验验？你不信？信。哪儿请我喝去？陈记菜馆。再见吧您嘞！灯影楼2顿，不能点状元红。凉菜管够。妥。那就是料酒。你耍我玩了是吧？那真的是料酒，不过，这不是一般的料酒，这是非常非常考究的料酒。只有功夫菜的大厨才有资格用这个料酒，而且这个料酒呢，它不能直接下锅，它要顺着那个锅边儿，撒上那么一圈儿，你再看那锅里头啊，那个香味儿哦，全部焖到菜里头了，那个香哦。所以说，这么考究的料酒，那一般对付的馆子是用不起的。也就是咱们城北的天宝楼、王串厂的恩来顺，还有咱们租界的聚华大饭店，就这3家。还真是个老吃货啊你！你又皮痒了是不是？哎，这说打就打呀！哎，郭二哥，等等我！丫头，二哥，丫头！哎呀！我来份报纸。消息属实。根据我收集的证据，是这样的：钱公子不光是吸食鸦片这么简单，他还搭上了倒卖鸦片的人，做起了鸦片生意。虽然钱公子不在了，可是跟他做生意的人都还在。钱公子一走，这链条可就断了，难免他们会找上门来。所以，潇潇姐，你可要小心啊！多谢丁少爷提醒。既然是家仇，就让我们家自己应付吧。丁少爷专程跑这一趟，不会只是为了给我提个醒吧？我确实有件事儿。钱公子死之前说过一个词。啊，兰兰姐，茉莉花。潇潇姐，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得不到你的爱情，像空气里没了氧气，到处都是你的身影。你给我很多。肖小姐，里面请。肖小姐。请。看丁少爷想吃什么？肖小姐，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聚华大饭店？我熟啊，这是我订婚的地方。茉莉花在哪儿？不着急，先吃饭吧。好。好吃。这个是这里的招牌，我订婚仪式的时候，你没有尝一下？我这个人吧，对吃的不太在意，所以吃过了也不记得。这倒不太像一个公子哥。这不就是茉莉花吗？